1463年，宁阳侯陈茂在家中吃饭，顿感身体不适，不久病逝，享年85岁。朱祁镇得知消息，下令辍朝1天，派使者去吊唁，并追封训国公。31岁封侯的他，享爵近50多年，朱棣靖难之役，册封20多位侯爵，活到了天顺年间，还一直保留着侯爵，也就他一人了。陈茂是唯一一位以靖难功臣立而活至天顺年间仍保持爵位的侯爵，可谓是集福禄寿于一身。明朝16位帝王，陈茂辅佐7位：朱元璋、朱允炆、朱棣、朱高炽、朱瞻基、朱祁镇、朱祁钰。如果陈茂再坚持1年，他将辅佐第8位皇帝朱见深。明朝帝王16位，他几乎辅佐了一半。不管怎样，陈茂见证了明朝的兴衰。陈茂出生于洪武12年，父亲陈亨为明朝金国公，属于勋贵之后。洪武年间，明军经常出征塞北，陈茂与父亲陈亨追随傅有德、蓝玉、朱棣征战，但没有突出的战功，在洪武年间也只做到了从3品的北平指挥使。1392年，傅有德出征辽东，13岁的陈茂表现突出，亲手抓获10几人，深受傅有德赏识。1399年，朱棣在燕京起兵靖难，陈茂迎来人生的转折点。我们之前的影片中讲过，正是陈亨突然倒戈，朱棣才能轻松获得大宁的兵马。史书记载，成祖得天下，始于大宁，陈亨在其中居功至伟，投奔朱棣。陈亨、陈茂父子的人生得以改变，从千户的身份封侯，子孙世袭罔替。1400年，朱棣率兵南下，陈亨、陈茂父子打头阵，对战南军名将平安，战况十分激烈。平安勇猛无敌，可以举起300斤重的物体，挥舞长枪作战。陈亨2次受了重伤，回到燕京后不治身亡。陈茂接过父亲的兵马，继续厮杀。陈亨受伤而亡，陈茂十分愤怒，作战也更加卖力，借着一身胆气和善于骑射的本领，继续厮杀，且屡立奇功，以战功晋升指挥千事。1402年，朱棣进入南京，将陈茂的父亲陈亨追封为金国公。1409年，陈茂率兵镇守宁夏，招降蒙古骑兵3万人，得到牲畜10几万头，册封宁阳侯，世袭罔替。而此时的陈茂也才24岁，由此可见，陈茂虽为勋臣之后，但爵位却是自己凭借真刀真枪挣来的，实至名归。从宁夏出征归来，陈茂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他相继镇守宁夏、陕西、宣府、大同等战略重镇，屡次击败蒙古骑兵，显得非常耀眼。1410年，朱棣率兵北伐，陈茂充当前锋，率2000骑兵追击本雅失里，在飞云山大破敌军，威震塞北。1414年，朱棣为了获取决战机会，率兵进入马哈木预设好的伏击圈，与3万瓦剌重装铁骑决战。明军神机营齐射，瓦剌骑兵往后撤，陈茂率左翼骑兵，郑亨率右翼骑兵乘势猛攻，与瓦剌骑兵血战厮杀。瓦剌占据地形优势，居高临下冲锋，陈茂率明军逆势迎战，难度非常大，但明军士气高昂，双方战斗白热化。乘此机会，朱棣跨上战马，亲自冲锋，身后的明军铁骑手持火铳，跟着皇帝杀入阵中。瓦剌伤亡过半，被斩首5000，马哈木率10几人逃走。1422年，朱棣再次北伐，陈茂率精锐骑兵充当前锋，在曲烈河击败敌军。班师回朝途中，郑亨率辎重部队先行，陈茂率兵断后，在隘口埋伏。阿鲁台派兵袭扰明军，陈茂派老弱前去诱敌，吸引鞑靼骑兵追击。抵达隘口后，明军万箭齐射而来，鞑靼骑兵损失惨重，狼狈退走。1423年，朱棣第4次北伐，陈茂还是前锋，率陕西、宁夏、甘肃3镇精锐出征漠北。陈茂深入追击，想擒拿阿鲁台，谁知阿鲁台被瓦剌击败，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。没能擒拿阿鲁台，陈茂却招降了鞑靼部的王子也先土干，朱棣赐名金钟。金钟能力强悍，还有谋略，被明宣宗朱瞻基誉为今日第。1424年，朱棣第5次北伐，陈茂、金钟率兵在草原上搜索阿鲁台，却没能找到。粮食耗尽后，明军班师回朝，朱棣在途经榆木川草原时病逝。朱棣去世后，
陈茂开挂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当时局势不稳，汉王朱高煦随时可能叛乱。朱高炽召陈茂、薛禄率3000精兵入卫京师，确保登基顺利进行。1425年，陈茂掌管前军都督府，加封太保，子孙世袭侯爵。朱瞻基继位后，汉王朱高煦终于反应过来，在乐安起兵造反，效仿朱棣靖难之意。陈茂率京城精兵与皇帝出征，朱高煦戍守就擒。班师回朝后，陈茂再次出征，前往宁夏抵御蒙古骑兵。抵达宁夏后，陈茂翻越贺兰山，俘虏敌军数千，使鞑靼不敢轻易来犯。虽然陈茂镇守有功，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即贪财，并遭到了弹劾。考虑到陈茂战功显赫，朱瞻基只是训斥一顿，并没有将其治罪，而是令他上交所贪之财罢了。但陈茂竟然胆大包天，以钱财已经用尽为借口拒绝上交。可以想象，朝臣并未放过他。但是陈茂的运气实在太好，他的事情还没处理完，朱瞻基驾崩，朱祁镇继位，大赦天下。本应按律处斩的陈茂被释放，但爵位被革除。1440年，朱祁镇恢复陈茂的爵位，让他跟张辅一起按时入朝奏事，为朝廷出谋划策。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后，陈茂出任平羌将军，镇守甘肃，抵御鞑靼，斩敌无数。只因陈茂先后镇守宁夏、甘肃等西北地区将近30年之久，又5次北伐漠北，威名震慑边陲。只不过陈茂在此期间虚报战功，私藏战利品，按律当斩。但陈茂毕竟是所剩无几的四朝元老，战功赫赫，明英宗朱祁镇也不忍下手，便剥除了其爵位，后又恢复其爵位，不过不再担任朝廷要职。如果说大部分人的人生是起起落落，那么陈茂的人生就是起落起。正统13年，福建农民邓茂期发动了民变，朝廷派出的大将皆征剿无果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次命陈茂出任征南将军，率领大军前去征讨邓茂期。陈茂抵达福建后，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，很快就平定了起义。但是对于陈茂来说，这场平叛的意义不在于他又多了几件军功，而是他因此避开了一件天大的灾祸。陈茂在福建获胜，北方则传来一个坏消息：20万明军在土木堡溃败，皇帝朱祁镇被俘虏，京师人心惶惶。不仅如此，土木堡战役后，明成祖朱棣留下来的精锐军队神机营、五军营、3000营部队皆毁于一旦，差点颠覆了大明江山。从此以后，明朝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，钟有明一朝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巅峰水平。好在于谦等人坚守京师，并击败了瓦剌，这才保住了大明的江山社稷。此时的陈茂却因为在南方平定叛乱，成功逃过了土木堡之变这一大劫，俨然成为了硕果仅存的前朝老将。有鉴于此，在明代宗朱祁钰即位之后，陈茂更加受重用，得以加升太保，负责掌管中军都督府事务。后来又被加封太子太师，专门负责给皇帝讲解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故事，以及各大名儒的学说。1457年，趁着朱祁钰奄奄一息，石亨发动夺门之变，皇位再次回到了朱祁镇的手中，但功臣于谦冤死，着实可惜。陈茂跟于谦关系还不错，却未能帮上忙，内心十分难受。但一生受忠君思想教育的他，不可能因此责怪朱祁镇，无论谁是皇帝，他都是要向其效忠的。朱祁镇复辟之后，依旧厚待了陈茂。此时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显贵已经垂垂老矣，疾病缠身，但依旧上书言事，忠诚之心天地可见。1463年，陈茂在家中病逝，享年85岁，子孙后代世袭宁阳侯，延续了8代人。第2年，朱祁镇病逝，朱见深继位，明朝逐步走向衰败。陈茂见证了明朝洪武时代、永乐时代、宣德时代的辉煌，也目睹了英宗、代宗时代的没落。总的来说，宁阳侯陈茂这一生劳苦功高，但罪过确实也不算少。可陈茂虽数次被废，又数次被启用，最终得以寿终正寝，并且实禄60多年，熬走了6朝5位皇帝，且平安终老，不可谓是一个传奇人物了。正如《明史·陈茂传》所言，陈茂正是天顺年间仅存的唯一一位靖难勋爵，见证了明朝的辉煌和没落，实属不易。